嗨，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我是 CJ。今天的影片主题是美国经济危机将是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在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主题前，我有个好康要跟大家分享。现在只要使用我的注册连结，完成了首次注册，并且符合新用户的资格，就有1000U 的仓位。这个仓位大家可以大胆用力的去开，因为亏损的话是没关系的，重点是获利还可以提币走哦，非常的划算。好，我们就来看到今天的第一则新闻。第一则新闻也就是 Sharplink 在加码，这一次 Sharplink 以不一样的方式购买以太币，而这是以发行1360万股的 SBET 筹资到了有2.645亿的一个资金呢，再去购买了83561颗的以太币，平均价格落在3634美元。而它目前的总持有量已经来到了521939，仅次于第二名。再来第一名则是在周一购买205000颗的以太币，在短短35天的时间，以太币的总累积金额已经将近有40亿美元的 B miner。而第三名呢，则是了 Inner Machine，它的总持有量呢是304500颗。再来，我们看到下一则新闻，比特币流通速度创10年新低。大家听到这样，一定觉得是个警讯，是不是比特币失去动力，还是没人再买？其实不是的，因为像是机构跟巨金都是使用场外交易，也就是 OTC 的方式，毕竟快速又便宜，而且流通的数据呢是只能针对场内交易，所以是无法收集到场外交易的一个数据。而另外呢，机构及企业都是以长期持有策略。自比特币 ETF 推出以来，现在的累积量已经高达有1298000颗，占总供应量 6.2%， 再加上企业、中小公司和投资基金的总持有量，就接近了有2555000颗的比特币，占总供应量的 12.8%。 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对比特币呢已经有着坚定持有的一个信念，这表明大家使用比特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不是作为一种用于短期持有消费的货币的方式，而是作为一种可长期持有建构的资产。所以这不是警讯，而是成熟资产的象征。大家怎么看呢？再来，我们看到下一则新闻，也就是8月7号的台湾凌晨4点半，就在今天，美国总统宣布有重大的消息。而市场呢，目前呢有多种声音，像是更换 FED、更换美联储主席，还是去银行化的行政命令，但是都不是。现在最主要的两种声音呢，第一种声音就是于7月27号，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在访谈中有提到，2周内将会公布半导体的关税，也就是232条款。这也是台湾最关心的部分，因为台湾主要还是以晶片和半导体产业为主要的一个产业。而最有影响的就是台积电，毕竟如果美国对台湾半导体关税征收25%到50%的一个税金，这将是毁灭性的影响。这我就不再详细说明，大家可以去看我8月1号下个黑天鹅那部影片。
第二种声音，也就是要狠狠的修理印度。美国总统川普将要拿出粗粗又长长的等等，大家是不是想歪了？不是，是棍子。而这根棍子也就是关税大法，因为印度不乖，不管俄罗斯这样残忍的攻打乌克兰，还持续在以资金援助，也就是购买石油，并且还是大量的购买，再以转手的方式赚取利润。但是印度这时候它就发生了，而且还像小朋友一样要打小报告。他就说没道理啊，欧盟也在2024年1年的期间内呢，也跟俄罗斯有贸易往来，交易金额高达675亿欧元。怎么欧盟可以，我们印度就不行呢？而这时候呢，他们最要好的俄罗斯好友呢，也跳了出来说，你们美国这样根本就非法贸易压力，主权国家都有权自由选择贸易。但是这其实也刚好是美国想借由这次将印度高关税的贸易失衡给调整回来，因为美国进到印度的税金总额高达有1860亿美元。而印度进到美国的税金仅仅只有410万美元，整整就差了4.5倍啊！所以将大大调升印度关税，最后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今天的主题：美国经济危机将是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没错。它是一贯偏好实物资产的投资，故有商品大王之称。它在1973年到1980年这7年的时间里，就创下了4200%的惊人报酬。这位传奇投资人就是吉姆·罗杰斯。他在新加坡，也就是在8月1号呢，举办了一场全球华人财富管理与传承高峰会。他在上面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我已经将全面清空所有美国股票。这就怪了，美股现在是历史以来最长的一个牛市，为什么要傻傻的卖呢？因为罗杰斯一直听到投资市场喊着这次不同，这次不同了，这次真的不同了。也就是这样，罗杰斯更加担心，因为美国现在的经济跟1987年英国债务危机一样，美债已高达38兆美元，而且2032年可能突破50兆美元，债务已经占了美国 GDP 的135% 以上，可能还会比1987年更糟糕。而且7月的美国失业率已升至 4.2%， 接下来如果 QE 的话呢，将会大量的印钞，也会大大的贬低美元的价值，将会造成呢资金转向了避险资产，如黄金或者是加密货币。所以大家都在说这次不一样的时，通常就是大家要担心的时候。大家同意传奇投资人杰罗斯的恐慌指标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观众，记得一定要订阅我、分享、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重要的资讯。那我们明天见，拜。